我们现在给大家示范画这个花。好，我们直接随便找一个地方来画这朵花。好，我们还是先补充一下笔肚里面的这个底色，用这个笔肚去蘸这个底色。首先还是把这个玫瑰红调一层在这个笔的1/2的地方。如果你觉得水分大了，你们在旁边要准备一张这个废纸哈。你们在每次画的时候，旁边都可以准备一张废纸。当你们觉得笔上水分大，你就这样子沾掉，在这个废纸上这样子沾掉一点点，不要让水分太大。好，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要调均匀。我们调的时候一边调，这个笔要一边转动，让这个笔肚360度就蘸饱颜色，360度都蘸饱颜色。先调这个玫瑰红，调了之后，我们笔尖蘸一点点这个胭脂就可以了，不要蘸太多了啊。好，我们在这里随便找一个位置开始画。我们先开始画第一个花瓣。第一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花瓣，好，一笔推过去，然后这边再来一笔，这边再点一笔，好，点一笔，你看这个不用画太规则，看一下我画的花瓣，它不是说太圆太规则，我们不需要把它画得太圆太规则。好，这个第一个花瓣就是我们刚刚示范的这个给大家分解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正瓣，这个是在正面第一个花瓣就决定了这朵花的一个朝向。你看这个花瓣好像有点朝这个右上是吧？这样子的朝这样子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再画两边的这个侧面的花瓣，刚刚我们示范的是，我们按照刚刚示范的这个方法步骤去画啊。先轻轻的一笔小的，然后再来一笔大的推过去，然后再往后拖一笔。好了，这个是一个侧面的花瓣，这个侧面的花瓣就画好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边也要一个侧面的花瓣。那我们首先笔上补充一点颜色，好，我们再画这边的这个侧面的花瓣。好，我们这边这个花瓣是这样的形状，然后我们这一边的我们花瓣可以往上一点点，稍微的，好，有点节奏，一笔。然后往后拖一笔，再往后拖一笔。好，这个是两边一边一个侧面的花瓣。这个花瓣我们颜色稍微有一点点没有调匀。当然说每一个花瓣上肯定会出现有一些颜色没有调匀的情况，当然也不用太担心啊，因为我们画写意的，你不要太严格，就说你一笔没画好，你就又把它放弃了，重新再来。没有关系的，你们可以继续往下画，就是有的少数一笔不是很好的话都不会影响整个画面，因为我们画的是写意的写意花、写意牡丹，它本身它是允许有一些地方不是那么完美都没有问题。然后在这个上面再来加一层这个层次。我们加这个层次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一层可以小一些哈，窄一点，这个花瓣要窄一点，不要那么宽啊，不要那么宽。好，这里再来一个小侧瓣，更小一点哈，更小一点，大的里面有小的，小的里面有大的。我们有宽有窄，你看每一个，你看这里有点，慢慢的这样子去补充它。让它有变化。你看这个花瓣比较大，我们这一层它是有一半花瓣是在这个花瓣的后面，所以它会只露出来一点点，所以它是比较短的。
我们现在补充笔上的颜色，补充颜色还是一样哈，先补充玫瑰红，然后笔尖蘸胭脂。这个缺口我们可以把它填满一点。好，我们这边再来一个，这边可以再来一个层次。像这里就是一些碎瓣哈，我们刚刚讲的有一些地方需要画一些这种小碎瓣。那这里这个层次让它跟这边这个层次又不一样，它其实都是一种花瓣，都是这个侧面的这个反瓣，但是我们画的时候要把它形状、姿态要画的不一样。好，我们继续，上面我们就先不画了，我们先把所有的第2层的花瓣都画起来。第2层就是这一朵花的中间这一层，就是我们现在刚刚给大家讲的这个讲分解的这一层。我们画这个塔式的，每次都是画1、2、3层，先画中间这一层，再画第1层，再画第3层。我们再蘸一点底色啊，笔上有点干，蘸一点底色，用笔肚稍微蘸一点底色，然后我们再调颜色，再加颜色。然后笔尖蘸一点点这个胭脂，笔尖蘸一点胭脂。好，我们画这个中间这一层，两边的我们会画一些这种小的侧瓣，大的和小的这种侧瓣啊。这个侧瓣我们让它长下来。那这个侧瓣它是跟这个是一样的，两边都有这种侧瓣，跟这个是一样的。好，再继续补充颜色。画了一个花瓣之后，我们就要开始要补充颜色，因为我们的笔肚上的颜色不够。好，我们这边来画一个这种的小小的，往这里面包一点点的这种小小的来一个。让这个花瓣里面大的里面有小的，然后再补充颜色。好，两边的这里再来一个大一点的这个侧瓣，按下去，然后再重点按下去，再往下拖一点。这个稍微大一点点的这个反瓣，侧面的花瓣啊，不是反瓣，是侧面的花瓣。好，我们这个大的里面也会有一些，旁边也会有一些。好，这些所有的这种反瓣，我们先还是搭好这个架子，把这个所有的反瓣都画出来。像这些花瓣里面，像这些缺口里面，我们再去补充，在这些缺口里面再去补充这个反瓣。这个侧瓣，我们就是刚刚示范的第三种花瓣，就是小一点的侧瓣。好，按下去，重点按下去，再提起来，这种小侧瓣。那小的侧瓣里面还会有小的侧瓣。多一点啊，让它层次感会显得更加多一些。这边画了之后，我们再看这一边哈，再看一下这一边，继续补充一点颜色，继续补充一点颜色。其实你画在哪里都不重要，就要灵活运用。你们要拿着这个真花可以多写生，灵活的，你可以想，只要缺口在这里，想画在哪里都可以。先开始就是大胆的去画嘛，然后最后我们可以再去收拾。你看这里我们可以画一个这么小的，可以画这个这么小的。安排这个花瓣的这个安排都是灵活的啊。我们又可以从这里再加一个稍微大一点点的，宽一点点的啊，稍微大一点点，宽一点点。
让它有大有小有变化。那我们这一边可以让它层次特别多。那这边又来一个小的，小大小大小。这也可以来一个长一点的，来一个长一点的，让它伸出去。好，我们再补充一点点颜色，补充一点颜色，笔尖上补充一点颜色。好，我们这些缺口，如果这个缺口你觉得还大了，我们还可以继续补充啊。假如说你这个缺口你想还有一些层次，我们可以这样子再来补充。再来补充这个小侧瓣，多一点这个花瓣的层次啊。我们可以这样子包起来，让它有姿态一点。好，这边我们还可以接着来补充这个小侧瓣。你想这个小侧瓣，你想安排在哪里都可以。到我们后面我们再去调整，先就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你去补充，你看一下哪里这个缺口你想画一个你就画一个，当然你画的时候要有大小的这种变化。好，这边这个小侧瓣比较多，这边比较少。那我们把这个侧瓣画了之后，我们就去补充它的一个正面花瓣。这个是中间的这一层，我们首先把中间这一层全部画好。现在我们就去把这个架子先搭好了之后，我们就去把这个所有的里面的正瓣把它补上。好，我们补充正瓣的时候，你们想要颜色深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加这个底色，我们笔肚里面可以直接加水，我是用这种小勺子直接去加，你们也可以拿一个碗像加底色一样的这样子去加，或者是用一支干净的笔往这里滴水也可以，就是你们自己习惯什么方式都可以，都可以的，只要能够把水加进去都是可以的。我们先把花心给大家画出来，免得大家不知道这个花心在哪里。好，花心就在这个地方，花心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画的是这个花的中间的这一层，好不好？今天就是这个玫瑰红和胭脂两种颜色，我们画这个正瓣，现在在补充正瓣。补充正瓣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颜色调饱满一些哈，饱满一些，就是颜色多调一些。你看一下，要舍得用颜色啊，不要怕浪费颜料。这个颜料太少了，再挤一点出来。看到我太小气了，刚开始挤那么一点颜色，一下子用完了啊。我们调色的时候把这个笔睡在这个盘子里调，否则你这样子竖着调，你这个颜色永远都上不来。你要睡着调，它这个颜色才会慢慢的晕到上面来。你如果竖着调，你这里很深，这里又太白了，就是这个颜色就显得就不好看。好，调颜色。把颜色厚厚的调一层在这个笔肚里面，要厚一点哈，颜色多一点。我们画这个正瓣的时候颜色多一点，然后调了之后笔尖再调一点这个胭脂，笔尖调一点胭脂，笔尖要有深色的，我们去补充这个大胆的画。我们先这个框架已经搭好了，我们就大胆的去补充这个里面的这个空缺啊，补充里面的正瓣，把这些填空，我们现在是填空了。像这个空我们也要填一下。好，这个空里面补充一个正面的花瓣，
补充一个正面的花瓣。那补充一个可能觉得还不够哈，我们可以再补一层，可以再补一层。我们补的时候，我们可以一笔一笔的过去，一笔一笔的过去，一笔一笔的过去，我们就不至于把这个花瓣画得太圆了。颜色稍微有一点没有调匀哈，我刚刚有点没有调匀，大家看得出来吗？这个笔肚这里这个胭脂没有调好，这个胭脂没有调好，就是我在画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大家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这个颜色调匀。你看颜色没有调匀，它画出来这种感觉，一看一眼都能看得出来，你们看得出来没有？看得出来没有？好，再继续补充颜色。好，补充这个正半，我们这个每一笔画一下就要补充一点颜色。没有这个层次感，就是因为你画一半之后没有去补充颜色。那你没有补充颜色，你笔尖没有深色，你再去画，跟这些颜色就混合在一起了，明白吗？你就混合了，你就混合在一起，所以你这个层次感出不来。你看，我们一直在补充这个颜色啊，一直在补充。好，这里补充过来。这一层，这个一层如果不够，我们还可以像这个缺口里面，我觉得如果我再去补花瓣的话，就跟这里很雷同了，跟这里很雷同了。那我们怎么办？怎么办呢？我们要想办法，尽量不要让它太雷同。我们从这里再出来一个反瓣哈，再出来一个反瓣。现在笔上是不是有点干？有点干，它就会出现这种枯的这种笔。好，我们这样子反过来，然后这边再来一个哈。这边再来一半，这里再来一个反半，它这样子让它就跟这里不一样，让它有变化了。好，我们这个笔上刚刚画的有点干，有点干，我们再补充一点水分啊，补充水分。好，我们把颜色调饱满，调饱满。笔肚要睡在这个盘子里去调，把颜色晕上来。颜色一定要多用啊，颜色要用饱满。今天的颜色特别简单。好，笔尖沾这个胭脂，笔尖沾胭脂。好，我们再继续从这个缺口里面去补充花瓣啊，从缺口里面去补充花瓣。好，补一层，补一层，感觉又跟这里比较齐。那么这里都是小花瓣，都是小花瓣哈。这一期的这个花瓣都差不多大，它很小啊，很小。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再补充一个大的花瓣，来，直接在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你看我们画的时候是一笔一笔的往这里推，为什么要这样子画呢？这样子画我们就不至于说把这个花瓣画得太圆了，我们避免把这个花瓣画得太圆了。我们画画一直在讲要去共性，去共性就是不要让它太死板了。好，这个大的花瓣让大的、小的有大，大的有小。我们画这个给大家示范这个朵花，我们可以画大一点，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其实我每次画这个牡丹花，我都画的挺大的，因为牡丹花它就是象征着富贵，它就是大朵。
好像这个缺口里面，我们还可以再继续补充花瓣啊，补充一些小的碎瓣啊，补充一些小的这种细节。好，这个缺口里面我们继续补花瓣。补了一层之后，我们还可以再补一层，一层大，一层小。颜色有一点点没有调匀哈，我们要多调一下。你看我调快了都会没有调匀，所以说没有调匀颜色肯定是大家刚开始画的时候一个最常犯的一个问题，就是颜色调不匀。我也会哈，大家一下子调不匀，这个很正常。就像我自己都很容易没有调匀这个颜色。这也可以补一笔哈，补一笔，然后可以回一下笔，表示这个花瓣的一个褶皱的。你看这些缺口，这两个缺口，这两个感觉一样大，那我们要灭掉一个，把这里变成大的，让它有变化。看到没有，在一个花瓣里面，即使在一个花瓣里面，你也要注意这种变化，小的这种细节。你要注意到，在你画的时候注意到，你整朵花画出来，它才会灵动，才会好看。好，我们像这些缺口，我们再去补充。像这些缺口里面，如果说你觉得直接补充这个胭脂还不够深，你还想更深一点，你可以补一点点墨进来啊，可以补一点点墨。那就在这个盘子里面，这个边上稍微蘸一点点这个墨就可以了，可以补一点点墨进来啊，想要它更深一点。像这些地方啊，像这些最下面的这些地方，你想要更深一点，你可以稍微的加一点墨，小一点加一点点墨就可以了，不要加太多了，千万不要加多了，加多了它就黑了啊。好，我们再补充一点颜色，继续补充一点颜色，我们再补充这一边的这个，把这边的这个正斑补上。你看，我们自然的去把这个正斑补上，它自然的这个正反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就特别好看了，是吧？来，我们继续补充颜色。笔尖要有最深的颜色，把这些缺口如果不够深，你也可以沾一点点墨。如果不够深，可以笔尖稍微沾一丁点墨就可以了，不要沾太多了。像这些小的细节，我们也要稍微补一点点啊。来，从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补过来。哇，这个笔上有点干了，看到没有？这样子就是笔上有干了，笔上干了就会出现这种枯笔。枯笔我们在这个画这个枝干的时候是需要的，画这个花瓣就不需要这个枯笔了。太干了一点，有点枯了啊，这里。那我们要加点水了，现在要加点水了，不加点水不行了，已经有枯笔出现了。来，加点水进来。今天颜色特别简单，就是玫瑰红和胭脂两种颜色。
好，继续补充。好，这个样子，从这个反半中间的这个缺口去补充这个正半。好，我们这补了2层，让它有这个层次的这种变化啊，有这种层次的变化。笔尖再补充一点深色。你看这一个花瓣，如果你结得太平了，可以再加一点点。有的时候可以回一下笔。好，我们继续补充。好，我们这里再补充。这个笔上又干了啊，又画出这种枯笔了，那我们再加一点水啊，再加一点水。
好，这个是第2层的花瓣。好，我们这里加一个大的反瓣啊。好，这里再补充一个小的碎瓣。好，我们下面的话，下面这些花瓣我们就留下来，先不画了。这里就是第3层了，后面就是第3层，我们先把它留在这里，先不画。我们再画把第一层的这个花瓣画了。第1层的花瓣是什么特征？大家还记得吗？记得第1层的这个特征吗？第1层花瓣我们刚刚给大家分解了，我们第1层的花瓣是这个花瓣是小的，颜色是浅的，物象是虚的。那物象是虚的，我们要调色，就要调浅一点了。好，我们画完之后，这些有一些小的细节可以去调整一下。颜色是浅的，那我们笔上现在是不是很多颜色太深了？我们把这个笔上这个颜色先洗掉一点。好，我们来把这个底色搅一下。我们底色放了这么久，可能它有点沉淀，我们把它搅一下。搅一下，然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不要太多水分了啊，刮掉多余的水分。然后少调一点颜色，薄薄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我们现在画第1层，它是虚的哈，这个玫瑰红薄薄的调一层在笔的1/2，不像我们刚刚是厚厚的一层，我们现在是薄薄的一层，然后笔尖蘸一点点深色，好，我们这个上面的这个虚的这个花瓣，你可以朝任何方向，你想要它朝正的就正的，想要它反的就反的，然后这里会有很多这种花瓣，去点它，点出这种有大有小的这种感觉来。是虚的，我们就直接这样去点就行了。那这里可以来一个很大的，就不用说每一笔我们都把这个正反瓣画得清清楚楚，不需要看得清楚正反瓣的这种感觉，我们就这样去点，这就是一朵花上的这种变化，要让一朵花上要让它有这种变化，
有这种虚实的这种变化。我们中间画实了，我们上面就画虚的，就不要一朵花全部都是虚，都是实的，那么它就显得就是稍微的呆板了一点。颜色一定要调匀哈，不管是浅色还是深色，我们都是要把这个颜色调匀。好，我们现在这个笔上有点干，我们又用这个笔肚，去蘸一点这个底色，把这个颜色玫瑰红薄薄的调一层在笔肚上啊，薄薄的调一层，不要太深了，我们的颜色越到上面是越来越浅。然后笔尖稍微来一点点深的哈，所以大家要仔细的看到我调色啊。就是这个玫瑰红和这个胭脂两种颜色，就是我们用这两种简单的颜色把它画出这种不同的这种颜色的层次感，就是靠我们的调色。好，我们现在画成这样子，是不是感觉它很方啊，不好看？那我们现在就是开始去调整它整个花型的时候，调整这个上面这个花型，我们还可以在上面去加这个层次啊，加这个层次。这些缺口我们去加这个小碎瓣，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直接去点就可以，笔上有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啊。然后你想哪里再加一个花瓣，让它跳出来一点都可以。我可以在这里加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调色很重要，主要是用调色来控制啊，好，这个是第一层这个浅色的，跟这下面这一层是不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深浅的这种对比？好，我们再画第3层，最下面这一层，我们这个底色要变一下。我们这个是关键啊，大家可以听清楚，现在要仔细了啊。我们把这个底色倒一点过来啊，然后我们在这个底色里面再加一点这个3绿，底色里面再加一点3绿，然后可以再加一点胭脂。来，我们用笔尖去蘸一点胭脂过来啊，在这个底色里面再加胭脂和3绿，把它调成一种灰灰的这种颜色。要控制水分，我们一直讲的哈，我们要调色，把它调仔细了，然后控水特别重要。就是你现在每一步我在调色的时候，你看仔细了，慢慢的多试多练。调了之后，你这样子刮掉，看到没有？刮掉这个笔上多余的水分，里面水分不要太多了，而且这个底色不要调得太干了，也不要太稀了，就像这个陈牛奶一样的哈，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这样甩也甩不掉，没有太多的水分，里面不是有太多的水分啊。
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你这样子怎么甩它都没有水分出来。这种状态下再去调色，明白吗？在这种状态下你再去调色。你看，你再去调色，你调色的时候，这个盘子里是干的状态才是对的。如果你调色的时候，你一调这个盘子掉一盘子这个水在这里，掉了很多水出来，那说明水分太多了。如果你调不动，那就说明水分少了。所以要刚刚这样子哈，能调动，水分又不会掉下来。你太干了，你是不是在这里调都调不动？你这样子转都转不动。好，我们想画下面的大花瓣，我们要把颜色这样拉出来。进到笔肚里面去调，拉出来，调到笔肚里面去，让它晕上来。我们画下面的大花瓣，要把颜色调到这个2/3的地方来。是一样的调色啊，把这个颜色调上来，调上来，笔肚上要调上来，笔尖上要有比较深的。然后笔尖再蘸这个，再调这个胭脂，胭脂也要多调一点。我们在最后一层这个大花瓣颜色要尽量深一些。好，我们看一下哪里需要添加花瓣啊？来这里首先我们来加一个大花瓣。那我们按照刚刚这种方法一笔笔的过来。点一笔，点一笔，好，笔尖再加一点颜色，把这些空隙把它补上。好，这里来一个大花瓣，那这边我们这边上我们再来一些。好，这个大花瓣，大花瓣画完之后，我们偶尔回一下笔，表示这个花瓣的一些褶皱的这种感觉。好，这里加了一个之后，我们再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花瓣，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花瓣，我们就在哪里加花瓣，好不好？找对地方啊，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花瓣，我们就加在哪里。好，这里再来一个花瓣，还是补充一点底色，补充一点底色。这里来一个加一个花瓣，来看一下。好，我们在画的时候发现这些3个这个边缘这么平均，它是不是特别不好看？那如果不好看，我们把它综合一下，把它弄成一个，这样子就好看了。不要我们尽量有这种雷同的哈，3个这种弯度雷同的，那就不好看。好，把这一片花瓣让它包过来，然后中间有些地方我们回一下笔。好，这里加了一半之后，是不是发现这边好像又少了一点什么？那我们在这边再来加一下，在这边再来加一下这个花瓣，补充一点颜色。回一下笔，
然后再来看一下整体，看一下哪里需要有加这个花瓣。这边我们再来出来一个，补充一点颜色啊。带一点点勾，这个花瓣长到最后，它会有一些这种卷起来这种感觉。这个塔式的它会很多层，花瓣会很密很多。我们可以这里再加一层哈，这个地方再来一层，或者是直接把这个花瓣把它拉大也可以。这一个地方要让它大一点。好，我们直接在这里加一层。镜头现在放高一点，否则大家看不到前的这朵花挺大的。就是因为示范，所以尽量把它画清楚，让大家看清楚一点。好，一笔一笔的小笔的这样子过来。好，还是一样回下笔。像这个缺口如果可以留着哈，这个缺口可以留着。然后再看一下整体啊，看一下整体。基本上这朵花差不多就这样子差不多，然后我们再调整，最后进行调整这朵花，看一下哪里需要补充一点点。这边我们这个花瓣可以再补大一点点，可以用一点这个深色的底色啊，用一点深色的底色，让这个深色底色在上面有一点点，稍微加一点点这个玫瑰红，不要太多水分。我们准备一张废纸在旁边，如果说水分太大了，可以沾掉一点点。回下笔，可以这样子反笔来画。然后笔尖上蘸一点点这个深色底色，直接来调整。直接来调整这个整朵花的这个花型。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调整。让它有一点点变化。中间稍微来一点点深色的，来回一下笔。好，这一朵花基本上可以了。最后就是调整整个外形，然后我们把这个花心补上，花心用最深的这个胭脂。
用最深的胭脂。好，用最深的胭脂把这个花心填上。到时候我们再画上这个花心，这朵花它就是完成。加上花心，这朵花就完成。好，我们来画一下花心啊，这朵花把花心画上。好，我们用这个3绿画一个雌蕊。好，这个3绿用3绿画这个雌蕊。好，我们用黄色的这个我画花心的这个藤黄加太白，用这个我是调好了的。好，这个是藤黄加太白调和，放在装在这个瓶子里面，藤黄1，太白2，1:2的这个比例调和的，1:2的比例。好，我们来点这个花心。花心我们通常点5组，这个下面点一边1组，然后这两边一边1组，在中间1组，总共就5组，按这样子去区分。好，这边点一组。点这个花心的时候，你可以点的很整齐，然后偶尔跳出1-2颗，它就会显得很灵动。下面的你可以这些都点的很整齐，都很齐。那你偶尔往外跳。好，下面点了2组是吧？然后我们再点这两边的你可以往中间这样子扣一点点，这个笔稍微的往中间扣一点点。
偶尔也会有跳出来几颗，那往里。好，你看这个很齐。好，这边的也是往里扣，稍微的这个笔有一点点这种动作，往里有一点弯度，不要太直了，不要这样子直来直去，要有一点变化。好，在下面我们再扫一点点这个花丝，好，这一朵的这个花心我们就这样子可以了，就画这么多。你可以再加一些，如果你想加的话，你可以再加一点，再跳出一点点，再多一点。我这个花心已经放了很久，稍微的有一点点干了啊。好，我们这朵花就完成。我们拉高一点，看一下这种花的效果，好不好？这是花头示范啊，这是花头示范。这朵花美不美？